Hello， 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鬼怪小姐频道。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一个关于天才少年迷失与回归的故事。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弗兰克·阿巴内尔。说起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但是提到小李子莱昂纳多的电影《逍遥法外猫鼠游戏》，大家可能就想起来了。这个人就是《猫鼠游戏》这部电影的主角原型。他21岁成为多个国家的通缉重犯，从16岁开始，他冒充飞行员、医生、律师、教师四处行骗，伪造了250万美元的支票。期间被抓，还逃脱了2次，被誉为20世纪最大的诈骗艺术家，成为 FBI 历史上最年轻的通缉犯。自1974年出狱以后，他协助 FBI 抓获了一大批金融骗术高手，并为银行等设计防伪支票。他现在是联邦调查局的研究员和外地办事处的顾问与讲师。关于今天的主人公，鬼怪扒了很多资料，只求大家订阅转发支持下哟。现实中的弗兰克是纽约一间文具店老板的儿子，母亲是法国人，从小聪明机智，但是父亲经常酗酒，酒后与母亲吵架，家庭生活很不和谐。这样的经历也让弗兰克变得不学无术，浑浑噩噩。在1965年他16岁的时候，母亲终于忍受不了父亲，选择了离婚重组家庭。弗兰克难以接受，这个叛逆少年就走上了离家出走的道路。独自在外的弗兰克身无分文，可是饭还是要吃的，衣服还是要穿的，生活还是要继续的。家已经没有了，一切都要依靠自己。但是弗兰克并没有去找一份正经的工作，他需要的是一步登天的捷径。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弗兰克发现，在银行账户透支的情况下开具支票可以兑换更多的钱。更绝的是，他将自己账号印在真正的银行存款单上。当那些存款的人填好信息，把钱都交给银行时，钱就会自动汇到弗兰克的账户上。等到银行发现的时候，弗兰克早已逃之夭夭。弗兰克就这样不同的去银行套现，事成之后就跑到另一个城市逍遥自在。当时通信技术不发达，通缉一个人只能有警察拿着照片一个一个调查，或者只能一家银行一家银行的询问。在潜逃期间的某一天，弗兰克看到身着制服的飞行员被美丽的空姐拥簇着，这个感觉简直太爽了。于是弗兰克又有了冒充飞行员的想法，因为他没有时间和耐心去一步一步考上飞行员。这是他第一次诈骗行为，身份是飞行员。弗兰克假扮成航空公司的采购员，来到他们经常合作的证件打印店，以采购一批员工卡的名义，引诱对方拿出各个公司的员工卡样板。他看着泛美航空公司的员工名片，表示非常满意，希望定制一批，让老板先把自己的信息和照片打印上去，谎称要带回公司做最后参考。弗兰克拿到卡片后发现泛美的员工卡是有特殊 logo 的，于是就去商店买下泛美航空公司飞机模型，轻轻地抠下 logo， 小心翼翼地贴在了自己的员工卡上。这下真的可以以假乱真了。可是还缺一套制服呀！弗兰克给泛美公司采购部打去电话，称自己是公司飞行员，制服意外丢失了。于是弗兰克凭借自己的员工卡，成功获得了一套崭新的飞行员制服。随后他就穿着崭新的制服，佩戴着独一无二的员工卡，成功进入了泛美航空公司。靠着公司各个部门互不透明的漏洞，成功地伪造了属于自己的飞行执照和驾驶员登记证。此时的弗兰克除了真的不会开飞机，从神情到举止谈吐，简直就是个如假包换的飞行员。最后弗兰克凭借出色的演技和高效的学习能力，骗过了所有的同事，还跟着机长学会了开飞机。免费的飞行也为弗兰克银行套现的行为打了不少掩护。他利用伪造的身份，搭乘着免费的飞行旅程，享受着豪华的酒店招待，怀抱着漂亮的空姐女友。据后来调查，弗兰克至少免费飞行了250多架次，总航程超过数百万公里，潇洒地周游了世界26个国家。不久后，
弗兰克在空中飞累了，对副机长这个位子失去了兴趣，于是就离开航空公司，来到佐治亚州的一个小镇，声称自己是从大城市辞职的儿科医生弗兰克·康纳，立马就租了一套房当起了医生。为什么要假冒医生？因为医生的社会地位很崇高，这也能够满足他对上层社会生活的渴望。搬到佐治亚州后，弗兰克购买并阅读大量的医学书籍，和同样是医生的邻居相谈甚欢。邻居得知他没有工作时，强烈推荐他去当地一家医院工作，于是弗兰克就成为了一名儿科医生监事。刚开始，弗兰克只用做检查、填写病历、带实习生，并没有真枪实战上过手术台。直到有一天的夜班，医院送进来一个疾病患者，主治医生又恰巧不在，这下急坏了弗兰克。手术开药他根本就不会，只能打电话询问主治医生。还好主治医生及时赶了过来，这也正好是弗兰克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对生命的不负责，于是他辞职离开了佐治亚州。做完医生的弗兰克换了个名字，来到了路易斯安那州。通过新女友认识了一个在哈佛读法律的朋友，又勾起了他对律师职业的兴趣。可是律师的执照是不能伪造的，没办法就只能考了。弗兰克就这样平淡又自然地做了当律师的决定。他伪造了一份哈佛法律系的毕业证和成绩单，就在当地报考，在图书馆复习数月后，虽然落榜了2次，但终于在半年后成功考取了律师执照。就这样，年仅19岁的弗兰克在路易斯安那州的一间律师事务所做了一名律师。谁也不会想到，这个月入上万美元、义正言辞在法庭上和法官谈法律的人，竟是12个国家同时通缉的诈骗犯。而到了这个时候，美元对于弗兰克来说只不过是一串数字罢了，能勾起他兴趣的事才是最重要的。他很快对律师失去了兴趣，紧接着辞职。而这一次唤起他兴趣的职业是大学老师，依旧是一个很崇高的职业。教师能够获得很多关注，学生们的关注、教育业的关注、学界的关注，而我只需要你的关注，对，就是这个按钮，还有旁边的小铃铛哦。也许对于年少辍学的弗兰克来说，大学是他的一个遗憾，于是他伪造了一份哥伦比亚大学的学历，并且在杨百翰大学用弗兰克·亚当的名字又当了1个学期的社会学助教。可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21岁的他终于被 FBI 抓获。值得一提的是，弗兰克被捕的过程和电影版完全不同。实际情况是，当时弗兰克正藏身纽约，一天，2个正在快餐店里用餐的便衣侦探无意中瞥见店外有个人和追踪多日的弗兰克长得非常像，但又不敢确认。其中一名侦探情急生智，扯开嗓门大喊一声：“嘿，弗兰克！”听到有人喊自己的名字，弗兰克下意识的一回头，就此中招。曾经骗过数百人的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最后被这么传统老套的伎俩给骗了。谈及往事，弗兰克自嘲地说：“这个例子可以证明，再精明的人有时也会犯很低级的错误。”弗兰克被捕后，在法国一家法院受审，包括欺诈、背叛有罪数项指控。在臭名昭著的监狱，他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可是他又动起了脑筋，叫来警察做买卖，用自己掌握的技术帮助警方识别出伪造的文件，破获诈骗案件。于是弗兰克就帮助警察破案，警局的破案效率越来越高。慢慢大家开始依赖他，最终也只有6个月的刑期服务。后来他被引渡到美国，弗兰克被判定有罪，判处12年有期徒刑。1974年，弗兰克因表现良好和贡献突出，获准提前出狱。但因为这段不光彩的往事，没有人愿意雇佣他。令人惊讶的是，美国联邦调查局需要利用他的经验和知识，邀请他专门破获重大金融诈骗，参与设计防伪支票，在全球数百研讨会上演讲，并继续免费向联邦调查局提供他的服务。他不得不以这种方式偿还他对社会的债务。到目前为止，弗兰克是世界上最权威的文件欺诈研究者，包括支票诈骗、伪造和贪污，并设计了世界各地的企业都采用的安全支票。后来弗兰克找到了自己的真爱凯莉，婚后养育了3个孩子，并且成立了自己安全顾问公司。到现在，全球数百家金融机构都希望与他合作。1980年，爱情事业双丰收的他出版了自传《猫鼠游戏》，以第一人称描述了他的诈骗经历。书中说，骗子的生活是孤独的，因为你不可以对其他任何人说真心话。
有一次，弗兰克向一个女朋友袒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结果女友立马就向警方报了警，他只好逃之夭夭。回忆起这段情缘，弗兰克依然惆怅不已。我认识那么多人，只对他说过真话，但是他却背叛了我，这就是说真话的下场。如果你不是医生，不是飞行员，不是律师，他们也不会对你另眼相看。弗兰克的事情也从另一方面表现了这个世界上，这社会中的人们，他们虽然穿的不一样，生活状态不一样，身份不一样，即使都是世界的一员，那肯定会有一样的地方，一样的渴望名望，一样的追求名利，形形色色的职业背后都有着某种目的。又有多少人是为了理想去选择？飞行员有美女环绕就想做飞行员，医生德高望重就想做医生，明星风光无限就想做明星，企业家日进斗金就想做企业家。什么时候这些目的变得不再纯粹了？这是社会的共性，也是人性的共性。弗兰克曾经说过，现如今整个世界远比他要虚伪得多，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没有任何一所大学开设了道德规范课，或者教授300年前人类社会的伦理。那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远比现今商业社会要纯洁许多。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们在大学里学会了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知识，但就是忘了学习怎么做人。喜欢不要忘记订阅，我们下期再见。